突然有天晚上，聂导在群里发了一句话：千万不要一个人去看昆池岩电影吗？为什么呢？恐怖片吧，看把聂导吓的。您展开说说呗。吃鸡吗？吃鸡。今天晚上我不能关灯睡觉了。聂导求资源，我要带思追一起看。滚！我才不看。最后聂家大哥提议，既然不能一个人看，那咱们就组团去看。彼时肖战正在王一博房间跟他打游戏，退出来看了一眼热火朝天的群聊，笑说他们要去看昆池岩诶。王一博缩了缩下巴，嫌恶道：干点啥不好，非去看鬼片？韩国恐怖片特别变态。肖战看过不少恐怖电影，倒觉得这个提议很有趣。看小朋友一脸抵触的样子，半开玩笑地问道：所以你不打算跟我们去咯？王一博诧异地看着他：你准备去？当然了，这么多人一起看肯定很好玩。小朋友露出你们有毒的表情，肖战大笑着逗他：不是吧，王老师？骑摩托车过弯都不减速的王老师居然怕看恐怖片？王一博送他一个白眼，根本不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摩托车速度那么快才是真恐怖。肖战凑到他面前，眯起眼睛笑得灿烂：一起去吧，我保护你好不好？帮你捂眼睛。小朋友不给他眼神，斩钉截铁，不去。然而真到了团建的日子，肖战发现这个小朋友还是默默地跟着他上了剧组给他们准备的中巴车，并没有独自回酒店的意思。温宁先看见了他俩，喊着：哎，一博，你不是不去的吗？王一博戴着口罩，并没有搭理，乖乖坐在他身边，开始玩手机。肖战心里好笑，又莫名觉得小朋友可爱的要命，用手肘碰了碰对方，压低了声音说：别害怕，我保护你。结果只收获小朋友的又一个白眼。电影比他预想的要刺激，纪录片的形式原本就更能烘托恐怖气氛，晃动的镜头，诡异的音乐，可见度极低的环境，加上放映厅里故意添乱不停鬼叫的几个混蛋，肖战能感受到坐在身边的王一博有多害怕。尽管他拿着本杂志一直在帮小朋友挡恐怖镜头，但总有那么几次没来得及。小朋友原本还端端正正坐着，到后面已经半个身体都贴在他背后，一只手紧紧抓着他胳膊，隔着衣服他都能感觉到那手有多冷。最后肖战甚至有点后悔，早知道他这么害怕，根本不该撺掇他来。看完回去都快凌晨了，大家在车里叽叽喳喳地讨论剧情，王一博却坐在那里一语不发，连手机都不玩了。肖战不由得有些担心，悄悄问道：你还好吧？小朋友抠着自己的手指头，摇了摇头，并没有看他。坐在后面的温宁又凑过来：一博怎么了？王一博这才淡淡回答：没事，困了。温宁笑嘻嘻的：你害怕了？都是假的。你要是睡不着，今天晚上我陪你通宵打游戏怎么样？肖战坐在那里没有回头，却突然插话问道：于饼，你明天下午才有戏对吧？对啊，可是一博早上就要去片场了。温宁笑得有点尴尬：哎呀，年轻人谁在乎那点睡眠呢？肖老师你不懂。温宁比他还要大几个月，却喜欢讥讽他老。肖战面上不过笑笑，却听王一博在旁边冷笑：怎么，你很懂年轻人？他一听小朋友这个笑声就知道是生气了，不动神色地拍了拍对方手背，笑着打圆场：于饼，咱俩就不要比年龄了吧。温宁自知理亏，嘻嘻哈哈的，终于自己坐回去不吭声了。他俩和其他人不住在一起，先行下了车。
王一博默不作声地走在他身侧，肖战这才说：“大家一个剧组的，戏还没拍完，没必要那么较真。”少年声音冷淡得很：“我开玩笑而已，明明就是生气了，还要嘴硬。”他无奈地笑笑，却又因为对方是为维护他才生气而感到一丝欢喜。不知不觉间，他们好像已经把对方当成了需要自己保护的人，就像受了重伤的魏婴只想着把药留给蓝湛，而出生世家的蓝湛一心要护已入魔道的魏婴周全一样。这样美好的感情，似乎透过两个并不存在的人物，顺着折叠了的时空，传递到了他们身上。而肖战只是想，他究竟是在扮演魏婴，还是在羡慕魏婴？他究竟是喜欢蓝湛，还是把蓝湛当成护身符？好像所有问题的答案只要推到蓝湛身上就好，反正不能是王一博。对，只要答案不是王一博就好。这不是他第一次拍戏，却是第一次希望这戏可以永不杀青。如果他可以一直是魏婴，没有限期，那么很多问题就不再是问题，比如如何抽离，如果放弃，如何回归到最初的位置，如果忘记。他满腹心事地打开房间门，回头一看，王一博还站在身后。肖战以为小朋友还要和他说话，笑道：“很晚了，王老师，回去睡觉吧。”王一博一脸无辜地看着他：“战哥不是说保护我的吗？啊，带我看完鬼片，让我一个人睡觉，是这样保护我吗？”他觉得好气又好笑：“怎么着，我还得陪你睡觉呗？”那当然了。小朋友露出这还用问的表情，理直气壮地盯着他。